今天我们聊双鱼玉佩，探寻彭加木失踪的真相。说起双鱼玉佩是号称建国以来最大的灵异事件。有人说彭加木是对罗布泊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一个超时代的遗址，并且获得了一枚双鱼玉佩。因为触发玉佩上的上古灵气，所以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情。还是老规矩，听完故事来我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易经的课程和笔记。首先我们要知道双鱼玉佩是什么呢？叫这个名字其实不是因为它的外形，而是因为研究人员在用一条鱼做实验的时候发现了它的功能。只要玉佩发生作用，一条完全相同的鱼就会被马上复制出来。科学家们为了证实这两条鱼之间存在的关系，在原始的鱼的侧身做了一个标记，然后复制的那条鱼在7个小时后侧身也出现了这个标记，只不过是相反的位置。随后科学家们又对其中一条鱼注射了药物，这条鱼很快就死了。但却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情，剩下的那条鱼还活着，但是过了7个小时以后，剩下的那条鱼也死了。于是就证明这两条鱼其实仍然是同一条鱼，只是经过玉佩的特殊功能，呈现出了两条处在不同时空状态下的鱼。然后我们再来看罗布泊这个地方，在4000到3500年前，位于罗布泊的西北岸有一个楼兰古国。传说有一些上古的神族，他们就隐藏在这个楼兰国当中，他们与西藏相关，就居住在地下。据说罗布泊的地下深渊让他们与地下世界和人间世界相互的穿梭。后来到了2300年前，楼兰人被肉质人给征服了，他们不仅让楼兰人让出了丝绸之路最大经销商这个位置，还想让楼兰人说出有关上古神族一切的事情。这时的楼兰人誓死要守护这个秘密，把与地下神族的沟通就给断绝了。时间一下子过去了100年以后，肉质人被比他们还要恐怖的匈奴人给打败了。匈奴人为了得到这些上古神族的秘密，不惜毁掉整个楼兰。楼兰人中有不少反对者，不想让楼兰的文明就这样被抹去，于是他们向匈奴的敌人汉朝的使者傅介子求援，条件就是用上古秘密作为交换。公元前77年，傅介子用计斩杀了楼兰王。最终汉朝得到了上古神族的秘密，然后他们从4面攻打匈奴，自此匈奴也逃到了东欧。之后很快大汉就被新莽篡位了，我们之后会说到这个王莽。又过了450年，这个时候罗布泊已经快速的干枯，之前的秘密都已经被掩埋在风沙之中，但是还有留下很多传说。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了1957年到1962年之间，有很多大胆的青年又听说曾经的这个传说，想去淘一些古物，但是去过的人很多回来之后都变得很不正常，疯疯癫癫。谁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去了罗布泊它具体发生了什么，去的时候1个人，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2个人，而且是一模一样的2个人，但是这2个人的内脏和生理结构竟然完全都是相反的。他们的行为举止非常怪异，见人就咬，被咬的人不久之后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和丧尸很像。这也就是罗布泊镜像人的传说。当时有人对这些青年带回来的一些拓片和一些上古装饰品的碎片进行了一些调查，但是当时局势动荡，文革爆发，证据陷入瘫痪，这个调查也被搁浅了。但是罗布泊它究竟有多大的魅力呢？在中国重新走向正轨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组织科考队进入罗布泊，去重新寻找楼兰人留下的那里的上古秘密。而这支科考队正是彭加木团队。我们下期再见。听完故事不要忘记来主页粉丝群领取易经玄学的课程和笔记。彭加木和王莽、新莽王朝和罗布泊镜像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罗布泊的镜像人传说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灵异事件，一直被官方所隐瞒着。但是天涯论坛的神秘作者将新莽王朝和罗布泊镜像人又重回大众的视野当中。还是老规矩，听完故事来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易经的课程和笔记。首先我们说彭加木他为什么会失踪呢？其实不是这个人找不到了，而是出现了2个彭加木。在此情况下，只能对外宣称彭加木是失踪了。这里有官方对我们隐瞒的真相，因为破解不了了，所以也不想公布于众。首先我们从这个疑点开始说起。在官方的资料中说是他们去罗布泊寻找钾矿的，表面看上去一个很普通的考察，但是我们来看科考队的这些主要成员，彭加木、沈冠冕，他们都是植物学家、病毒学家，而其余的队员也都是这个方面的专家，还有民间的专家。如果他们是去寻找钾矿的，竟然没有一个是地质学家，所以他们对外宣称寻找钾矿其实就是一个幌子。有人说，其实彭加木团队在罗布泊找到的就是上古神族的遗址，
他们在遗址之中还发现了一些能够使用的设备，在这些设备当中，其中就包括我们所说的双鱼玉佩。但是网络上又流传着一种新的说法，说彭加木其实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他们找到了几十年前镜像人丧尸病毒的源头。这个病毒被封印在植物当中，并且危害极大，传染性极强，它可以通过血液和体液进行传播。一旦有人食用了这种植物之后，他们就会迅速的被病毒控制神经系统，让基质体分泌超剂量的激素，机体变得不知疲倦，没有痛苦，甚至可以一直奔跑，直到机体不堪负重，彻底坏死为止。于是彭加木携带着双鱼玉佩和封印的病毒植物标本就回城了，但是他并没有带着队伍原路返回，反而是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这个做法其实很让人费解，他这么绕路的目的是什么呢？彭加木留下了一个找水的信号，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的原因，极有可能就是双鱼佩复制出来了2个彭加木。时间我们暂且回到2019年，这是双鱼玉佩被曝光的第10年，网络上又开始流传一些后续的事情，说军方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专门负责研究调查灵异事件的专业机构，掌握了很多超自然现象和上古的秘密。但是他们发现，这些秘密科技如果能作用在我们这个时空，还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时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关乎着整个全人类。于是官方就制定了一个计划，让一位穿越者回到古代，回到楼兰秘密刚刚被泄露出来的时候，在历史上就把这些秘密彻底销毁，从而来保证我们这个现代时空的单纯性。那么刚好有分身的藤加木就很适合这次行动的计划。彭加木让一个分身留在现代传递情报，另一个分身回到汉朝，成功夺取大汉的江山，并且从汉朝那里继承了刚刚泄露出来的楼兰秘密，然后把这些楼兰秘密集中的销毁，然后立刻安排这个本不应该在历史上出现的朝代迅速灭亡。这个朝代就是新莽王朝。彭加木回到古代，重新改了名字，叫做王莽。我们可以去网上查新莽王朝，仅仅就是存在15年，而皇帝只有王莽这一人。这个推测也是有依据的，因为王莽的政治作为与彭加木当年所处的新中国政策高度吻合。在历史上，王莽发明了游标卡尺、解放农奴、平均地权，主张人人平等。他还设计发明了短裙。听完的朋友啊，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你是否相信呢？然后来主页粉丝群领取易经的课程和笔记，和我一起参加免费的学习。远古的中北国真的存在吗？在最远古的北欧维京人的传说，在世界的极北端有一个地方叫做天涯图勒，全世界的海水都会流入到那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空洞。这段传说啊，是不是像我们上集所说的从极之渊呢？而更加巧合的是，古希腊的传说当中，北极也有一个叫做许伯尔波利亚的地方，那里有北极人，北极人与周围贸易，掌握着大量的黄金，还用黄金打造了一个城市。这是不是又像我们上集所说的兵夷衡都呢？再看我们道家的典籍，列子中也记载过叫做中北之国的故事，说齐桓公有一个大臣叫做席鹏，姜姓，是姜子牙的后代，他同时也掌握着周人、羌人最远古的资料。一天他和齐桓公说，你知道北极有什么吗？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迷路了，一直往北走，走到了大陆最北端的海边，那里不知道离我们齐国有几千万里。在海边呢，大禹进入了一个叫做中北国的地方。中北国非常幸福，那里流淌着一种叫做神分的饮料，比兰花胡椒还要香，比玉米还要甜。中北国的人只需要神分，不需要耕种和辛苦，每天就有吃不完的粮食。中北国的人还用神分洗澡，不会生病，也没有烦恼，每个人都彬彬有礼，长命百岁。在大禹之后呢，周穆王也曾经去过中北国，并且一住就是3年。可能远古的北极和今天的北极真的不一样，那里真的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富饶的国度，又和我们上集说的北极幽都、从极之渊，他们有什么关联呢？我们下一集继续。在主页粉丝群呢，大家可以领取到免费的易经课程和笔记，和我一起参加玄学的学习。